30岁这年，我亲手砸碎了那段所谓体面的婚姻。在这场荒唐又痛快的谢幕礼上，我遇见了陆然，那是向来清醒克制的我，一次毫无保留的越界。来了，周成的车到了。3个月前，我的孩子被冰冷的器械刮走，血压降到60了，准备抢救。可我的好丈夫，那个在手术室外头都没回的男人，却逼着我踩着10厘米的尖根来给他的神作当垫脚石。虽然我们离婚了，但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以夫妻身份出席这场我最重要的展览。你要是敢给我丢人，你们家的巨额债务可就没人来还了。我知道，这一次我一定让你身败名裂。陆然，我的活祖宗，你出门了没有？周城那个大展还有半小时就要进场了。催什么？在路上。那是陆然吗？那个拿了国际大奖的新锐摄影师？就是他，听说是个疯子。这表情可不像来庆功的，倒像是来报仇的。我的祖宗哎，你怎么躲这儿来了？周成和沈宇马上就要开场致辞了，害我满场找你。然哥，我再求你最后一次，你今天必须给我好好拍，别再搞出什么幺蛾子了。老蒋，把你那颗速效救心丸放回兜里，我今天保证完成任务。真的？当然。周成这2年风头太盛了，听说有件叫《破茧》的作品已经被中东买家预定。他老婆也是个人物啊，沈家独生女，当年嫁给穷艺术家，轰动整个圈子。不过沈家已经负债累累，钱基本都被周成拿去搞创作了。感谢各位百忙之中前来。今天不仅是一场展览，更是我艺术生涯的一次重生。在我最艰难的创作岁月里，有一个人始终陪伴着我，她是我的妻子，我的缪斯，我一切灵感的源泉。小雨，上来。今天我要送给我的妻子一份礼物，这是我认为自己最伟大的创作。女士们、先生们，请见证。天哪，那个脸是不是沈宇？这怎么会？周大艺术家不仅玩得花，还真舍得下本钱啊！能让老婆当缪斯，说明人家感情好嘛。艺术源于生活。囚鸟是我对当代女性困境的深度思考，而我的妻子成就了这件不朽的作品。配合点儿，别让我丢脸。还好，这女人没当场发疯。沈宇，你干什么？周成说的对，这件作品确实拥有不可思议的力量。他的才华在于他能把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一件物品，哦不，是作品。但是这件作品还差最后一笔，也是最升华的一笔。小雨，那就是打碎囚笼。这样才叫完整。
他把雕塑砸了！我天，这比作品本身精彩10000倍！离婚以后，我才明白，禁锢住自己的笼子，曾经是我心甘情愿走进去的，而打碎他们的力量，也只能来自于自己。小雨，对不起各位，我们前不久失去了孩子，他的精神状态一直不太好，是我疏忽了。原来是流产了，沈雨太可怜了。周成也不容易啊，这种时候还护着老婆。小雨，没关系的，我不怪你。来，跟我下去休息。周成这种男人，就像嗜血的蚊子，吸血时默不作声，可吸不到的时候，就会在你耳边嗡嗡响。收起你那套伪善的嘴脸，我很清醒，我跟你说的每一个字都经过了深思熟虑。这尊雕像的每一笔开销，走的都是我名下沈氏基金会的账，在法律上，这是我的个人财产。我砸我自己的东西，哪条法律管得着？沈雨，你给我适可而止。我还没说完呢。今天既然是周大艺术家的回顾展，不如让大家看看你这3年来到底是怎么踩着我的创作爬上神坛的。大家看清楚，这是我3年前的手稿，那条被红笔划掉的线是我当年觉得比例不对，随手废弃的一笔。可笑的是，我们的天才雕塑家周成居然把它1比1的刻了上去，这是抄袭！你血口喷人，我是你的丈夫，你竟然为了毁我编造这种谎言！丈夫？你只是一个欺世盗名的小偷，一个连陶土的干湿度都分不清，连废稿和成品都看不懂的废物。周成，这3年偷走我的才华，现在你还要把被你榨干的残渣做成标本，锁在笼子里供人赏玩？你疯了！这些都是伪造的！沈雨，你这个疯女人！沈雨，你这个疯女人！用女人做垫脚石，你也配叫艺术家？成哥，成哥，你没事吧？叫保安，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快！好。抱歉，刚才没弄疼你吧？你是谁？一个碰巧路过的。碰巧带着相机，碰巧挡了那一巴掌。你觉得我像傻子吗？我是新锐杂志的摄影师陆然，今晚说要来拍展览。刚才你砸雕塑那几下，构图绝了，飞溅的脚印，碎裂的石膏，你站在中间，像一幅战争油画。姐姐，以后别再为这种垃圾流泪了。谢谢你今天帮我，小弟弟。英雄救美的游戏到此为止吧。沈雨，网上的视频是怎么回事？你让我们家的脸往哪儿搁？妈，我已经离婚了。我们沈家已经被你败得入不敷出了，你还想让所有人看我们的笑话吗？我告诉你，处理不好就别回这个家，我丢不起这个人。原来我活了30年，并没有一个真正的家。我费尽心思缝缝补补的人生，到头来连个能让我回去大哭一场的房间都没有。粥在桌上，我睡客厅。别跟我客气，
这里没有笼子。你到底想干什么？你干什么？你身上这件衣服该换了，去洗个澡吧。昨天辛苦了，这里是我的衣服，沈总将就穿一下。闭嘴！你这里有吹风机吗？我去给你拿。我以后还能怀孕吗？还想生孩子就不要再拖了，你的身体耗不起了。陆然，怎么了，姐姐？我想要个孩子。沈宇，你知道你在招惹谁吗？你当我是什么？可以随便借种的工具？你不敢？不敢。啊！陆然，陆然，姐姐，这可是你主动要的。这里是05年废弃的机床厂，租金倒是便宜，但这能住人吗？你要不还是住我家？就是这里了，夏夏。3年前我把人生错付给了垃圾，今天我要在这里亲手把它叼回来。你要出气，我明天就拿钱买水军，用唾沫淹死周成那个渣男。哦，对了，哎，这是我南山别墅的钥匙，你后悔了，随时过来住。夏夏，要不我下半辈子跟你过吧？少来碰瓷儿！我是女配，又不是女主的官配。再说，贺征都回国了，指不定来找你呢。贺征，从8岁起，贺征就是我世界里那堵永远不会倒的墙。让你出头，让你出头！小鱼，我会保护你的。他明明有最严重的洁癖，却唯独允许我带着一身泥巴弄脏他的衣服。别闹了，小雨。我以为这种偏爱会是一辈子，直到那场大雨，我为了周成，亲手折断了这把伞。沈宇，我护了你20年，既然你非要为了个废物烂在泥里，我绝不留下来看你发疯！操！有人说，从云端跌进泥潭会粉身碎骨，但他们忘了，我本来就是从泥巴里摸爬滚打出来的。谁让你进来的？厂房大门没锁，
我来应聘。我这里不需要摄影师。抱歉，你需要一个打杂的、搬泥巴的，以及在你雕刻的时候替你递刀的人，管吃管住就行。沈老板，收留我吧。小玉，对不起，我来晚了，我不该放任你在周城那里受这3年的委屈。跟我走，最好的工作室我都给你准备好了。你这种天才的手，不该被埋没在这里。拿开你的手，他的作品不是你这种满身铜锈味的商人能买得起的。小朋友，保护女人靠的不是几句虚张声势的狠话。你能给的什么？陪她在这个废墟里受苦吗？救命！这俩人到底在演什么戏嘛？沈宇，哼，老娘踩着限量版的高跟鞋给你送下午茶，你高低得给我磕一个。我的老天奶，这是什么火星撞地球的绝世修罗场？左边是禁欲系腹黑大佬，右边是性感狂野小奶狗，这也太是那个了。哎呦，这不是贺总吗？您这身100万级别的高定，怎么今天特意下凡来我们这破厂房体验生活来了？林夏，你这几年嘴上不饶人的毛病，真是一点没变。这怎么还站着一位辣弟？哦，不是，小帅哥。谢谢夏小姐。沈宇手上全是泥，我拿着喂他就行。哼，姐姐，你刚才出了那么多汗，先喝口甜的。我倒是不知道，小雨的工作室里什么时候招了个这么懂事的助理？我是他的专属模特。怎么，贺总这种习惯了用钱砸人的人，懂什么叫艺术创作的灵魂共鸣吗？妈呀，绝了绝了！老钱资本家冷嘲热讽，年下绿茶狼狗精准反击，打起来，给我狠狠的打起来！小雨，艺术圈不是靠一腔热血就能混出来的。放下这一切，跟我走。你的钱除了能买来那些虚伪的圈子，还能买什么？你根本不懂他要什么。你能给的什么？年轻人的冲动吗？你连站在他面前的资格都没有。够了。贺总，总部的跨国董事会还有20分钟就开始了，欧洲那边的并购案需要您立刻拍板。小雨，我给你时间。我警告你，离沈宇远一点，否则我保证，我会让你连站在他面前的资格都没有。哎，快老实交代，你背着我从哪儿捡了这么极品的一只小狼狗？林夏，我真想用泥巴把你的嘴堵上。我下午还有拍摄，先走了。哎，人都走远了，别装了。他只是我的模特，还有兼职苦力。小样，还能骗得了我？他看你那眼神，简直恨不得一口把你吞了。夏夏，我刚从一个名为婚姻的泥沼里爬出来，被扒了半层皮。你觉得我现在还有力气去玩什么心跳游戏吗？我脑子里只有一件事，就是赢。我要把周成踩在脚下。更何况他才22岁，等这阵子忙完，我会结清工资让他走。你休想赶我走！
整整3天了，为什么还是不行？我的脑子里明明有无数个轮廓，可一旦拿起刻刀，所有的线条最终都会不由自主地走向同一个形状，那个被周成规定好的残缺又谄媚的形状。沈月，你也就是个熟练的技术工，离开我的创意，你根本不知道该雕什么。陆然，他说的对，我的手已经被他驯化了。泥巴本来就没有生命，是因为你的手，它才有了骨血。你看这一堆没有温度的东西，怎么可能找到灵感？那我该看着什么？姐姐，你的手不如来丈量我。吸气，保持住。他是在看一件作品，还是在看一个男人？我已经快要疯了，他却还在认真工作。等等，太近了，他的体温怎么会这么烫？薄荷味、汗水味，还有那种充满压迫感的雄性荷尔蒙。沈宇，专注，他只是你的模特，就像一块完美的泥块而已。陆然，姐姐，现在有灵感了吗？雨雨，把你的腰板挺直了，看到没有？这才是属于单身富婆的快乐老家。全场185起步，8块腹肌是标配。今天我不但要帮你把离婚的晦气洗干净，还要带你好好见见世面。夏夏，我对看腹肌没兴趣。你不是说双年展的评委今天会在这聚会吗？我只想要那个核心展位。搞事业也得劳逸结合呀！哇，10点钟方向那个跳舞的极品辣弟，这肌肉线条，这肱骨腰，不行了，我得去切磋一下舞技啊！你自己去吧台点点东西，等我凯旋。这圈子还是老样子，除了利益就是算计。要是今晚拿不到展位，工作室下个月的租金都成问题了。胃不好就不要空腹喝这么多冰了。啊！贺总，你怎么在这儿？怎么，林夏带你来这儿见世面，没告诉你这间俱乐部是我名下的产业？走吧，去那边坐。萧雨，你要的那个双年展核心展位，我已经让人留下了。不过，作为交换，陪我跳一支舞不过分吧？贺总，我不……只是应酬，你不想让他们觉得你沈宇没有靠山了吗？啊！小心。贺总，我有点头晕，跳不动了。那就靠着我，别动。不行，别人会误会的。这不是误会，小雨，只要你点个头，从明天起，你不需要在那个漏雨的破厂房里熬夜，整个艺术圈都会跪着把最好的资源送到你面前。别那么要强，试着依赖我一次，好不好？我去，这老狐狸要弯道超车。Sorry 啊 ，baby， 我家的白菜要被拱了，姐姐得去救驾，咱们有缘再见。哎呦，我说怎么到处找不到人呢？原来贺总在这演午夜档强之爱呢。林夏，注意你的措辞。萧雨喝多了，高跟鞋没站稳，我只是出于绅士风度，借他靠一下而已。是，贺总的绅士风度简直光芒万丈，照得我在舞池那头都快睁不开眼了。
不过您这西装可是高定，沾了酒气多不好，就不劳烦您了。既然你过来了，就带他回去吧。外面在下雨，我让司机备车。顺便提醒你一句，以后少带小雨来这种场合。还有，你刚才那个舞伴舞步很生硬，眼光有待提高。贺征，你少人身攻击，那可是有8块腹肌的极品辣弟。你知道我为了来救驾牺牲有多大吗？你赔我的腹肌。好了，夏夏，别闹了。贺总，今晚谢谢您，我们先走了。让让贺总，现在我要带他回家。外面雨太大，不好打车。坐我的车，我送你们回去。行吧，便宜你了。车在哪儿？赶紧的，别冻着我们家玉。小雨，乖乖睡一觉，有我在，别怕。看够了吗？淋雨能让你显得更可怜，还是能让你多拿到几分施舍的同情心？你碰他了，我抱他，是因为我护了他20年，这是我的本能。而你除了像条丧家之犬一样在门口淋雨，还能做什么？小朋友，收起你那廉价的占有欲，还有贫瘠的自尊心。你连帮他办一场像样作品展的零头都凑不齐，你凭什么觉得你能留得住他？我凭什么？凭我不会让他消失在我看不见的地方。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头好晕。贺征送我回来，陆然他……神宇，你清醒一点，这只是一块泥巴。怎么感觉气氛怪怪的？昨晚贺征送我回来，他难道看到了？吃完再继续吧。玉玉，拿下了！亚洲双年展的独立展位，组委会那边松口了。真的吗？夏夏，我们真的拿到了！太好了，真的太好了！那可不，周成现在估计在办公室里气得砸东西呢。哎，咱们接下来怎么对付他？不用管他了，夏夏，我绝对不能辜负这个机会，我一定要拿出最好的状态，让这尊雕塑以最完美的张力站在双年展上。陆然，你听见了吗？我们拿到展位了！恭喜，姐姐。陆然，怎么这么烫？你昨晚到底在外面淋了多久的雨？姐姐，别不要我。我不去，我哪儿也不去。好歹帮过我，我总不能忘恩负义。再说，烧坏了脑子，明天谁给我当模特？然然，对不起，你原谅妈妈，妈妈必须走。敢不敢了？敢不敢了？
别走，别扔下我！陆然，你醒醒！我不走，陆然，我就在这守着你，哪儿也不去。现在不方便，晚点回。姐姐，策展人的电话你都没接，是因为我吧？我是不是又拖累你了？要不你还是别管我了，让我自生自灭算了。哼，少给我演苦肉计，张嘴吃药，烧坏了脑子。明天谁给我当模特？这尊雕像的腰线还没定型呢。药太苦了，我没力气演。要不姐姐，你喂我喝水那样喂我。喝。好喝。闭嘴睡觉。你烧还没退。姐姐陪着。陆然，左肩再往下压半寸，背阔肌收紧。你现在的肌肉状态太松弛了。不对，还是不对。陆然，你笑什么？很好笑吗？我还在发愁，你居然敢摸鱼！姐姐，你现在好像一只流浪猫啊！陆然，你幼不幼稚啊？喵。很乖的小猫。你笑起来真好看。原来在这满地狼藉里，居然还有人能逗我笑。你这么有天赋，要是练成了米开朗基罗怎么办？欧洲那边的天气，我能适应吗？天天办展开幕，你会不会太辛苦啊？陆然，那你呢？你天天在我的厂房里和泥当模特，你自己的梦想是什么？给你讲个故事。19岁那年，在冰岛维克镇的黑沙滩，那天刮着9级阵风，气象台拉了红色警报。为了拍一张巨浪砸向玄武时的仰角全景，我背着器材，徒手爬上了那座孤礁。为了让取景框里没有任何杂乱的岩石前景，我没有打安全绳。就在我准备按快门的前一秒，脚底下的冰层突然碎了，我整个人差点失去重心。然后呢？我把眼镜贴在取景器上，在身体彻底失重，构图达到最完美的那一瞬间，按下了快门。你不要命了？我命大，砸在了下面一块缓坡的雪堆里，照片保住了。那张照片拿了当年欧洲最高级别的独立摄影金奖。你的手是用来按快门的，不是用来搬砖和和泥的。如果有一天你要回你自己的生活里去，我不会阻拦你。所以呢？你问我这些最后的目的就是为了赶我走？我是为了你好，这里是我的战场，不是你的安全屋。为了我好？怎么你觉得我没办法让你依赖吗？在少女时代或是初窥浪漫的岁月里，
女人往往不知不觉地替自己造好了一个男人的模型。撞见世娇姐姐那风度翩翩、大包大揽的如意郎君，就梦想要遇上一个同样的救世主。可是真正的自由是绝不可能寄托在别人身上的。好了。好了。沈大艺术家，周总说了，下个月的双年展，他不希望看到这玩意儿出现。今天这地方，连人带东西都得清干净。周成就这点下三滥的本事，让他自己滚来见我。周总没空见你，哥几个动手，把这破石头给我砸了！走走走！回去问问周成，他那点脑子，是不是全用来干这种下三滥了？滚！我去找他们算账。陆然，站住！抱歉，我来晚了，让你看了场闹剧。把这个人拖出去，移交法务。另外，通知财务部10分钟内切断贺氏与周成名下的所有过桥资金。他既然敢砸沈玉的东西，就让他拿整个公司来赔。作品碎了没关系，我联系了顶级修复团队，今晚就可以入场。别怕，你只需要安心创作，剩下的烂摊子，我全替你扫干净。我曾经真的爱过贺铮，爱他这种永远高高在上，能在任何绝境里如天神降临般的游刃有余。可是现在，我只要看到他这副完美无瑕的救世主姿态，就会不可遏制地想起自己曾经最难堪、最软弱的那些不堪回忆。贺铮，谢谢你的好意，但周成这笔账不需要你来替我清算。这件作品我不打算找人修。小雨，别任性，这不是赌气的时候。一堆碎石膏，你怎么拿去参展？这不是赌气，我已经不是那个出了事只会躲在你身后哭的沈雨了。贺铮，不要再试图安排我的人生。你管这叫安排？看到你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跟一个疯小子在废墟里玩命，你让我怎么袖手旁观？沈雨，除非我知道你过得好，否则我是不会放手的。我现在过得很好，我有陆然。让你那个穿童装的男朋友靠边站。穿童装的男朋友？男朋友？贺铮，你不仅自以为是，
眼光也越来越差了。他只是我这几天为了赶工，随便雇来的一个临时苦力，一个打杂的而已。只是这样而已吗？不然呢？陆然，你该不会以为帮我和了几天泥，递了几把刻刀，就能登堂入室了吧？在你眼里，我跟这破厂房外面蹲着的流浪狗有什么区别？只要乖乖待着，你累了撑不下去的时候让你玩一玩就行。一旦有人踩到了你那点高高在上的自尊心，你就能毫不犹豫的一手把我踢开，对不对？既然只是个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消遣，能代替我的人，这世上多的是吧？那你好好做你的大艺术家，我这个打杂的就不在这碍你的眼了。只是个不听话的杂工而已，我明天让助理调修复团队过来，手脚干净，随叫随到，保证不耽误你的双年展。不需要，谁都别碰我的东西。那总不能耽误进度。如果非要那小子，我帮你把他找回来，开个价，给他2倍不5倍的日结工资，或者干脆给他买辆他喜欢的车，全当精神损失费。闹脾气无非是钱没给够，这点小事我还能帮你摆平。贺真，你闭嘴，你根本不懂他。我去，周成这个王八蛋，这可是你熬了多少个通宵，连胃病犯了都在捏的作品，他这就给你砸了。贺征呢？他没弄死这个贱人。打手已经抓到了，周成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顶多赔点钱，但作品是我亲眼看着碎的，碎成这样，多少钱都买不回来了。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咱们去买进口工业强力胶，或者找修复团队拼一拼行不行？用胶水强行拼出来的叫残次品，上不了双年展的台面，灯光一打，全都是丑陋的黑线。夏夏，没用的，双年展还有不到1个星期，370个小时的工作量，就算7天1天24小时不吃不睡，也绝对来不及了。也怪我，我要是当时在场，高低一些跟踹爆他们。你一个千金大小姐，别去掺和这些流氓事。我是真懂这种心疼啊！上次我那个几10万的清代粉彩老瓷瓶被我家那只蠢狗摔成了8瓣，我气得恨不得把那只狗炖了。后来呢？当破烂扔了？哪能啊！我妈找了个老师傅修，修了大半个月拿回来，你猜怎么着？瓶子上愣是多出来好几条金光闪闪的裂纹，就跟天然长在上面似的。啊！你刚才说金色的裂纹？啊！你刚才说金色的裂纹啊？对啊，用的是一种树上刮下来的黑乎乎的天然树脂粘的，阴干以后再在上面撒纯金粉。现在这手艺老值钱了，还叫什么金啥来着？金扇。很多人以为它是日本的金戒，但根本不是，它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器一分支。早在明代《七公专著足饰录》里就有明确记载，原话叫补骨气之缺。夏夏，你简直是个天才！金扇的核心就是用纯天然的生大漆做粘合剂，大漆有极强的粘性和包容性，能把破碎的器物严丝合缝的重新拼凑起来。等漆面干透，再在那些接缝处敷上纯度最高的赤金粉或者金箔。它和胶水修复不一样，它不掩盖裂痕，不粉饰太平，相反，它用最贵重的金色去坦然地强调这些伤疤，把原本最难看的伤疤变成全场最耀眼的部分，这不就是你现在的写照吗？原本我的作品是一尊完美无瑕的纯白石膏，现在想想太温和了，也太假了。真正的力量不是快要坠落，是已经落地，碎了一地，还得自己爬起来。那现在呢？现在周成砸碎了它，但也恰好替我完成了这件作品最后也是最核心的一步，彻底的摧毁。我要用生大漆把它一块一块拼起来，用纯度最高的金粉填满它身上每一道裂缝。我要让所有看展的人第一眼看到的不是它的完美，而是它的伤口。绝了！申玉，这寓意，这格局，
周成那个土鳖，要是看到你在双年展 C 位展这个，估计能气得当场脑出血。他不配看懂，我也不是为了气他，我要让他们睁大眼睛看看，被生活砸得稀巴烂的沈宇是怎么亲自拿刀把这些烂摊子一寸一寸的缝起来，给自己塑金身的。这件作品改名就叫金身。说吧，沈大师，需要什么？只要这地球上有的，老娘现在就去给你搞。市面上那种化学胶水和假金粉绝对不行，撑不起双年展的顶灯，灯光一烤就会发黑。我要最顶级的天然大漆，还有纯度极高的赤金箔。材料今晚必须到位。沈宇，你给我记在账上，一生姐妹大过天。为了你，为了今晚能把你说的这些非遗老古董全搞到手，我只能牺牲我苦心经营多年的独立女性尊严，挤出我最后的底牌了。你要干嘛？喂，妈咪啊，妈咪啊！妈咪，您最心爱的宝贝女儿现在遇到天大的危机了，急需您的场外援助。哎呀，不是要钱，这次不要钱，我要东西。哎呀，不买包，人命关天的大事儿。我要外公认识的那个非遗大师手里的特级盛大漆，对，就是他上次不肯卖的那罐。还有您平时打首饰那家老字号金店的赤金箔，越纯越好。妈咪，求求您了嘛，真的是救命用的。要是今晚拿不到，你唯一的宝贝女儿就要丢尽脸面了。好嘞，谢谢全世界最美丽大方的妈咪，爱你哦，么么。搞定，今晚8点前，所有东西一刻不少，全给你码在这张桌子上。夏夏，谢了。跟老娘客气什么？你现在立刻马上去给我洗个脸，我去准备物料，今晚咱们大干一场。还有，不许自己偷偷抹眼泪，天塌下来老娘给你顶着，你只管给我发光，听到没有？我曾经以为女人在跌倒的时候，总要有一个完美的救世主来拉一把，等那个人来了再站起来。但现在我懂了，这双长满硬茧的手和我自己，就是我最坚硬的底牌。沈宇，你放着别动，换我来。夏夏，已经做完了。沈宇，你真把他救活了。你看你这双手，疼不疼啊？为了这堆碎片，你在这暗无天日的熬了几天几夜，把自己折腾成什么样了？当然疼，骨头都快散架了。但夏夏，你信不信？我现在心里一点都不觉得苦，我只觉得痛快。痛快？你手都快废了，你跟我说痛快？对，就是痛快。我觉得我自己跟着他一起活过来了。沈宇，你可真是一只雌鹰一样的女人。双年展，你肯定来吧？废话，老娘作为你的首席粉头，我不去谁去？人生有100次绝望的时刻，就有101次被朋友的爱守护的瞬间。我们在渺小又盛大的世界里照亮了彼此。宝，说实话，刚才看到那尊雕像的时候，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双年展上绝对没有比这更绝的作品。我也觉得挺不可思议的。以前捏泥巴，总觉得稍微有一点瑕疵，这作品就废了，哪怕推倒重来，也得重新捏个完美的出来。但这次，我突然就想通了，残缺根本不可怕，藏着掖着才可悲。我要像建造废墟一样建造身体，又像建造身体一样建造废墟。这就叫打通任督二脉。恭喜你，
成功进化成遇神杀神的钮祜禄神鱼。双年展那帮老顽固，这次估计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那就让他们睁大眼睛，好好看着。哎，不对啊，你的缪斯男神呢？前几天他不是跟长在你身上一样寸步不离的吗？今天这大功告成的日子，他怎么连个人影都没了？不知道，可能嫌着厂房太破，半夜跑路了吧？拉倒吧，别人不知道，我还能看不出来？就他看你那眼神，拉丝都快拉到太平洋了，他舍得跑路？也就是你，把人家当纯牛马使唤了几天，还浑然不觉。我哪有那闲工夫？他自己非要赖在这儿，赶都赶不走。不管了，我得回家换衣服，先撤了。你也赶紧休息会儿，明天下午双年展现场见。姐姐，你现在好像一只流浪猫啊！姐姐，你刚才出了那么多汗，先喝口甜的。啊，陆然，现在在做什么呢？姐姐，姐姐，你真是疯了，熬了几天，居然连幻觉都熬出来了。神宇，你真的该睡了。他们总想看完美的造物，看毫无瑕疵的皮囊，但今天我要带着这一身的裂纹和重塑的骨骼，去砸碎那些高高在上的定义。师傅，底下托盘右侧有一条金粉绣的裂纹，包的时候千万别受力，绑带从中间绕过去。好嘞，这玩意儿看着不大，怎么这么沉？师傅，走吧，去双年展驻场馆。陆然，别误会，我来拆我自己的灯。神宇小姐，你这件作品是为了内涵你刚结束的那段难堪的婚姻吗？据爆料，你净身出户，现在用这种满是裂缝的残次品参展，是不是在发泄你离婚后的怨妇情绪？隔壁周成先生的作品拿了极高评价，而你的作品充满戾气和破碎感，这是不是证明你精神状态极度不稳定？各位媒体朋友，小鱼刚经历家庭变故，受了很大刺激，有点偏激也是正常的，大家多包容一下他的情绪化表达吧。各位媒体以及周成先生，你们理所当然的以为我结了一场失败的婚姻，就只能用一件残破的作品来展示我的软弱和偏激，对吗？在我们的传统认知里，男性的身体符号往往和权力、刚硬、不可摧毁联系在一起，不能流泪，不能崩溃。但我砸碎了这种假象，精善的内核不是掩盖残缺，而是将背负痛苦的痕迹变成这具身体荣耀的铠甲。比起周先生那种用工业流水线倒模出来的完美，我更敬佩这种敢于直面破碎的灵魂。谁呀？走路不看路？哟，贺总。林小姐，你是来参加艺术展的，还是来门口送快递的？哼！下次出门要是忘了戴眼镜，可以捐给需要的人。好狗不挡道，
我这给沈玉送东西，正10万火急呢。从小到大，你这冒冒失失的毛病真是一点没改，脾气倒是见长。你懂什么？有本事你帮我抱着，没本事就别在这孔雀开屏，耽误了沈玉的大事儿。我把你这高定西装剪了当抹布。哼，粗鲁！沈宇身边怎么会有你这个毛手毛脚的朋友？不跟有钱人废话，我进去了。行了，别丢人现眼了。就你这小短腿，走到展厅天都黑了。靠，谁小短腿了？贺哲，你嘴再欠，信不信我？带路，找沈宇。贺总，一会儿进去，你可别给我丢人，把箱子抱稳了啊！要是少了一根线，我跟你没完。沈老师，既然这件作品是以男性躯体为蓝本，那他的缪斯或者说灵感原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身上一定有某种极其特别的特质吧？他是一个在今天这个名利场里显得极其格格不入的人。刚开始的时候，我真的以为我只是雇了一个好用的能帮我和泥打杂的苦力，但我后来发现我错了。他身上有一种现在很难见到的骨气。这件作品里那些粗粝的质感就是它，不够圆滑，不够漂亮，甚至带着很多棱角，但它的内核是纯粹而坚固的。我去，贺总，你听见没？我家小雨这铁树不开花则已，一开花直接连根拔起啊！林小姐，你的反射弧是连着赤道绕了一圈吗？就这也值得你大惊小怪？想开点，贺总。堂堂资本家，在感情上输给一个打杂的穷小子，是挺没面子的。但好歹你还有钱，别难过，一会儿姐陪你喝2瓶。林夏，你的脑子里装的是腻子粉吗？喂，我好心安慰你，骂谁呢？我了解沈宇，他还小，想享受当下，我能包容他，不代表我能包容你。你这人太双标了吧，真是活该单身一辈子。是啊，所以你最好离我远点。沈宇，贺征，今天双年展能这么顺利，我知道是你在背后出了力，这个人情我认，也真心谢谢你为我做的这一切。但是你我之间不用计较这些。上次为什么对陆然说那样的话，拿钱去践踏一个无辜之人的自尊心，以此来逼迫我试探我的底线？贺征，看着他难堪，看着我被逼到死角，你是不是觉得很有意思？小雨，我一向喜欢你的聪明，你这护犊子的脾气是一点都没变。上次是周成，这次是他。是，我是故意的。但沈宇，你用得着在我面前装什么道德高尚吗？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我们根本就是同一种人，为了达到目的，谁都可以利用。当年你为了逃离你那个充满控制欲的家庭，利用周成的盲目结了婚。你敢说你当初对他有多深的感情？现在你离了婚，一无所有，又立刻盯上了陆然。他年轻听话，有体力，有才华，最重要的是，只要你给一点甜头，就能替你干活。你利用他来重建你的事业，填补你的感情空窗。你跟我有什么区别？你闭嘴！陆然和周成不一样。是吗？如果你真的没利用他，那你在害怕什么？你只是习惯了身边有个好用的工具而已。我不过是替你扯掉最后那块遮羞布，逼你说出真心话而已。承认吧，沈宇，你只爱你自己。那个打杂的不过是你这段低谷期的一个消耗品。你今天在台上说那些漂亮话，不过是看它还有价值，等它耗干了，你一样会把它踢开。贺征，你不仅自负，而且可悲。可悲？沈宇，以前我总觉得爱一个人就是为心上人无条件的付出牺牲，只要能看到你幸福快乐，我帮你扫清障碍。但我现在发现，那都是弱者的自我感动。爱不是成全，爱是霸占。为了得到你，我可以不择手段。小雨，你这孩子离了婚这么大的事儿，也不回趟家让我们知道。要不是今天碰到贺征跟我们说你在双年展，我们做父母的
你的大小事还要通过外人才能知道。沈家剩下的那些债务和窟窿，我会想办法连本带利一分不少的还给你们。但是那个家，我回不去了。放肆！你这几年真是越发没有规矩了。你现在名声尽毁，一无所有，还敢用这种态度跟我们说话？沈叔，消消气。沈家在海外的资金缺口，贺氏集团刚才已经替你们补齐了。我不希望以后再听到任何人用任何长辈的借口对他大呼小叫。哎呦，这怎么好意思让贺总破费？贺总对我们家小雨那真是一往情深，从小看他长大的情分就是不一样。小雨，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谢谢贺总！你离了婚，贺总不仅不嫌弃，还愿意这么帮衬我们沈家，这可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气。听妈一句劝，别在外面瞎折腾了，早点跟贺总定下来，沈家的生意还得靠你们互相扶持呢。贺总确实是用心良苦，小雨，周成那种下三滥不值得留恋。既然贺总这么有诚意，你这段时间就多陪陪贺总，别总是一副拒人千里的样子。看到了吗？这就是现实。跟我服个软，我替你挡下所有的烂摊子，不好吗？小雨，你根本不知道这3年我是怎么熬过来的。每次在新闻里看到你以周太太的身份站在那个废物身边，我都恨不得立刻弄死他。但我更恨我自己，恨我当初为什么要在你面前犹豫，把你拱手让给了别人。一个习惯了掌控一切的上位者，突然向你露出最柔软的一面，这是最高级的猎杀时刻。贺真的眼泪比他的支票更危险。这3年，我像疯了一样用续不完的局、签不完的协议来填满时间，晚上睡不着，就整瓶的喝到胃出血进急诊室。我只能靠这种自我麻痹，才能忍住不去周成家里把你抢回来。给我3天时间，好不好？把接下来的72小时给我，不谈生意，不谈别人，就像我们刚认识的时候那样，抛开所有的防备，陪我走一段回头路，就当是可怜我这3年的生不如死。这是一场逃不掉的局，他太懂得如何利用我的同情心。3天，规矩我来定。在这72小时里，你只是贺征，不是贺总，做得到吗？好，只要你在我身边，什么都听你的。如果72小时后你还是想走，我亲自送你，这辈子绝不再打扰你。开车吧。这家咖啡店居然还在。你大四为了赶毕业展，天天泡在地下画室。我每天早上都在这里买2杯美式去陪你。老板刚才居然还认出我了，问我当年那个天天弄得满是石膏粉的漂亮女朋友有没有娶回家。申宇。是啊，那时候你刚接手贺氏的核心业务，每天一睁眼就是几千万的对赌协议，时间比金钱还贵，却愿意花1整天看我刻石头。天呐天呐，快看2点钟方向，那个学长好帅啊，是在拍偶像剧吗？这身材，这大长腿，我们学校什么时候出了这种极品学长？那是校史荣誉墙上给学校捐了1栋楼的传奇学长贺征吧？那他身边那个是沈雨姐，天啊，他们站在一起的画面好绝，救命，我磕到了！慢点喝，嘴角都沾上泡沫了。啊！学长好温柔啊，我的少女心爆棚了。贺征，你没必要在这配合学妹们演校园纯爱。小雨，我没有在演。这3年里，我脑海里无数次幻想过这个画面。只要能这样站在你身边，被误会一辈子我也愿意。还记得这个位置吗？大3那年，只要没有课，我会坐在这里给你当模特，一坐就是1整个下午。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为了赶期末的稿子，花费了10几张纸，急得一边哭一边摔画笔，脾气糟糕透了。是你一句话都没说，默默蹲在地上，帮我把画笔一支支捡起来，
然后你跑了3条街，买了一块我最爱吃的草莓千层。小雨，像以前一样再画我一次吧，就当是打发一下时间。以前你画我的时候，总是让我不要动，可我总是忍不住想看你。那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时间能永远停在画室的这个下午就好了，没有那些无聊的算计，只有我和你。我几乎就要相信青春真的可以重来，可惜回忆就像这画室里的光影，看着温暖，伸手去抓，只有满手的灰烬。时间停不下来，所以你走出了这间画室，成了贺总。画好了。小雨，在你的心里，我其实还是10年前的样子，对不对？你把我画得这么干净，是因为你还在乎那个时候的我。你错了，贺哲，画得干净，是因为炭笔容易伪装，但只要轻轻一擦，里面全都是黑的，就像现在的你。贺总，贺总，贺总，我求求你放过我。沈家破产的事情真的不怪我，是有人在背后做局，做空了我的资金盘。我只是想拿回属于我的那份。属于你的那份，周成，你到现在还没想明白吗？那个做空你所有资产，把周家逼上绝路的人，就是我。是你？为什么？我和你无怨无仇，你为什么要这么找我？无怨无仇。3年前，把沈宇从我身边抢走的时候，你就该想到会有今天。周成，我放在心尖上疼了10年的女人，你凭什么觉得自己配得上她？我错了，贺总，我真的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我保证以后见到沈宇绕着走，我绝不出现在他面前。迟了，我不相信活人的保证，这里面的证据足够让你身败名裂了。我今天没有太多时间浪费在你身上，2条路：第一，你自己开发布会承认错误；第二，签了这份终身出国、自愿放弃国内所有债权的协议。今晚11点，会有人送你上私人货轮。要是让我发现你这辈子再踏入这片土地一步，或者发1条消息骚扰他，周成，你在海里连个浪花都翻不起来。我欠，我今晚就走，这辈子绝不回来。小雨，脏东西我都帮你清理干净了。你看，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能永远当你的保护伞。现在，我可以干净的回去见你了。你看这个，跟你大3时做的那个系列很像。如果你喜欢，我把这钻连同后面的整个展区都买下来，用你的名字。不用破费了，我不需要这些东西。然哥，这里的设计真的好高级啊！听说这个展平时一票难求，今天工作日都没什么人，感觉就像是被我们2个包场了一样。其实我早就想和你单独来这种地方看看了。抛开工作不谈，这里的氛围真的挺适合。氛围好没用，你看顶着那个主光源，色温太冷了。咱们今天只有2个小时的看景时间，必须把4个机位全部定下来。周一早上我要拿着数据直接开推进会。然哥，你脑子里怎么永远只有工作啊？晚上我们一起去吃个饭，顺便看场电影好不好？我其实一直有几句心里话想单独跟你说。小轩，我带你出来是干活的，不是来休闲的。然哥别动，你刚才调灯光架的时候脸上蹭到灰了。这块区域的冷白光绝了，用来拍咱们下个月的概念片正合适。我自己来。陆摄影师，
这么大的话题你能遇见，真是巧。器材再顶级，说到底也是伺候甲方的工具。不过你们年轻人在一起，一起吃点苦也没什么。你胡说什么？我们是在创作。贺总的眼界确实高，不过能用金钱买来的风景，终究太无趣了。你觉得呢？陆然，你不用拿这些话来激怒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什么样的风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刚才说买来的风景太无趣，可你有没有回头看看，你身后就有一片珍贵的风景。沈玉，你在说什么？我跟小轩只是……是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家小姑娘愿意陪你扛着设备，熬着心血。陆然，感情是最经不起消耗的东西，它不是用来赌气、对峙或者证明什么的筹码。别总为了一时之气而忽略了为你挡风避雨的人。我不介意的。真心无价，别等错过了才发现自己其实什么都没抓住。好好珍惜吧。我们就不打扰你们工作了。贺征，走吧。他误会了，还是他根本就不在乎？小雨，我接个跨国视频会，3分钟。你在这里等我，别乱走。陆然，你疯了！放手！我没疯，我是快被你逼疯了。你这几天躲在贺征那里，就为了看我发疯是不是？我和小轩只是在看光线，他在我眼里就只是个拿反光板的同事。申宇，你看不出来我满眼都是你吗？你以为我这几天过得很好吗？你以为我愿意看你和别的女孩站在一起靠得那么近吗？你以为我看到他满眼都是你，我心里真的就能那么大度吗？我和贺征之间牵扯的太多了，现在把你卷进来，我觉得不公平。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你教教我，我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你才不会把我推开？我没有推开你，我是在放过你。这是成年人之间的权衡利弊，你不懂。我不懂，对，我不懂你那种高高在上的权衡利弊。只要那个姓贺的一出现，你就立刻把我划出你的安全区。怎么，在你眼里我就这么脆弱，这么没用？陆然，你清醒一点！我30岁了，我的世界全都是烂账，算计和还不完的债。你现在满腔热血可以说不怕，那3年后呢？5年后呢？你还会像现在这样爱我吗？申宇，承认你离不开我就这么难吗？小雨，你去哪儿了？小雨，你把你的脏手从他身上拿开！贺总看不出来吗？他现在愿意留在谁的怀里？小雨，我知道你是在跟我赌气，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现在走到我身边来，我可以当做今天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威胁谁呢？陆然，贺征，我知道你对我是真心的，这几年你给了我所有的偏爱，最好的资源，连生活里最微小的细节，你都替我铺好了一条绝对安全的坦途。这3天，我也真的很努力的去回忆我们的过去，试着把你当回以前那个一起长大的学长。但我好像没办法再骗自己了。小雨，你畅想的生活真的很美，很安稳。可是贺征，心跳是骗不了人的。和他在一起时，我的心跳的比这过去几年里的任何一秒都要鲜活。
贺征，对不起，你的72小时倒计时，我现在单方面结束了。就为了这么一个什么都给不了你的毛头小子，你不惜为我御敌是吗？是，哪怕我又一次选错了，我也认了。让让贺总，我们该走了。老板，2份干炒牛河，避风塘炒蟹1份，冰冻奶2瓶。好嘞，马上来。我以为你要趁机狠狠宰我一顿，就吃这个。这家炒蟹，我上学那会儿发了工资才舍得来吃一回。米其林吃的是摆盘，真要填饱肚子，接点地气，还得是这儿。在这儿，你可以不用当那个无懈可击的神宇。陆然，上次在工作室，我把话说的那么难听，你真的一点都不怪我吗？怪啊，怎么不怪？我当时被你骂完走出去，气得想把垃圾桶踹烂，甚至想冲回去揪着你的领子，问问你到底有没有心。后来我走回家，吹着冷风，突然就没脾气了，因为我发现比起自尊心被你踩在脚底，我当时更害怕的是你真的不要我了。干炒牛河，避风塘炒蟹。哎呦，阿然，彪叔，好久不见，声音还是这么滑。臭小子，你大半年没来了，我看新闻说你拿了什么大奖，还以为你现在满世界飞，看不上我这路边躺了。可以啊，你小子这么漂亮一姑娘，这气质跟大明星似的。彪叔，别瞎开玩笑，这是我。彪叔您好，我是沈宇，算是他的朋友。沈小姐好。哎呀，这小子刚学摄影那会儿，天天挂着相机坐我这儿，要不就跟他妈妈来点碗牛河，脾气轴得很。多少漂亮小姑娘让他拍照都不搭理，成天一副生人勿近的死鱼眼。我在这儿开了10几年，这可是他头一回带女孩子来吃饭。哎，行了，彪叔，你后厨火还开着呢，味儿都飘出来了，赶紧去吧。让你看笑话了，这老头平时就爱开玩笑，你别听他乱说。乱说什么啊？说你以前天天坐角落里拍街景，还是说我是你带回来的第一个女孩子？申宇，你别逗我，这地方对我来说挺特别的。我那个有钱的亲爹是个只要喝醉了或者心情不好，就会关起门来打老婆的伪君子。他在外面装的人模狗样，在家里就是个暴君。小时候，我妈每次挨完打，就会偷偷带着我跑出来。那时候彪叔刚摆摊，看我们母子俩可怜，总是给我们下一大碗牛河，多加2个蛋。沈老板，明天不工作了？今天这瓶当是我给你赔罪。赔什么罪？陆然，我也怕失控，怕我习惯了你给我兜底，最后又像当年一样一无所有。对不起，我不该那么伤你的自尊。我不傻，我也没那么脆弱，所以别觉得抱歉，也别觉得欠我什么，这都是我心甘情愿的。陆然，你走那么慢，是不是喝醉了？没醉，是你走得太快了，我怕你摔着。前面有个公交车站，去那边躲躲。
躲什么，陆然？我从20岁开始，每天都在为了体面，为了家庭，为了不被人看清而东躲西藏。今天，我不想躲了。沈宇，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这个样子？妆都花了，特别难看吧，陆大摄影师？好看，好看的我简直想把你藏起来，谁都不给看。沈宇，可以吗？陆然，你这人是不是傻？接吻是不用打报告的。沈宇啊，沈宇，你昨晚是卵虫上脑了吗？这算什么事啊？不行，趁他没醒，36计走为上策。沈宇，你没事吧？这么笨手笨脚的。你在找这个吗？啊？谢谢。我说怎么找不到呢？沈老板，为什么不敢看我？不想看到太多。我不介意的。22岁，朝气蓬勃的身体，手感怎么样？别闹，我还有事。什么事？大人的事情你别管。陆然，把鞋给我。昨晚的事，我们都是成年人了，不要计较太多。怎么，怕我要名分啊？喂，沈宇，你知道《时刻》杂志吗？他们要做一期女性艺术家专题，点名采访你。我现在去你家接你。我现在没在家。在哪儿？外面。沈宇，你昨晚在外面过夜了？和谁？沈宇，你昨晚在外面过夜了？昨晚下暴雨，在附近找地方躲雨，现在刚好能赶回家换衣服。哦，好，那你快回去换，2点要到，别迟到啊。摄影师据说脾气很暴。行，我知道了，我马上打车。姐姐，你要不要吃早餐啊？我去！林夏，你听我解释，不是你想的。解释什么？沈宇，你可以啊你，玩这么野的，这声音听着怎么那么像陆然？夏夏姐，早上好。还真是啊，他逃他追，沈宇，你这次是插翅难飞。不过2点那个拍摄很重要，你稍微节制一点啊。过来。陆然，怎么了？我不过和夏夏姐打个招呼。你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你穿着我的衣服，从我的床上爬起来，转身就想当什么都没发生过。然哥，下午2点的拍摄记得吧？记得，我准时的。我有个采访要赶，先走了。注意安全。沈宇老师，久仰大名啊！我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摄影师是行业内非常顶尖的陆然老师，上次在艺术展见过的。你好，我是今天的摄影师陆然。陆摄影师，幸会。主光太硬了，小轩，帮我把反光板拿近一点。然哥，这个角度可以吗？可以。沈宇老师，肩膀放松一点，不用这么绷着，就当没有外人在。
沈老师，我真的很好奇，像您这么厉害的人，平时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啊？是不是得是那种特别成熟稳重的商界大佬？不是。啊？那您喜欢什么样的？我比较喜欢平时看着桀骜不驯，但在我面前绝对忠诚、懂得伏低的男人。劳累一天回到家，发现他做好了3菜1汤，穿着围裙，笑得非常温柔，眼神清澈无辜，身材却特别火辣。我最近好像看太多短剧，入戏太深了，哪有这样的男人嘛，对吧？小轩，快开始拍摄了，帮我拿个晶体灯过来。哦，好的，然哥，我马上拿。沈老师这要求挺高啊，野性难驯的男人往往咬人最疼，沈老师就不怕被反咬一口？哼，那就不劳碌摄影师费心了。野狗如果敢乱咬人，打断腿拴在家里就行了。然哥、沈老师，东西都准备好了，可以拍摄了。这个角度可以吗，然哥？可以，这组用自然光把那组反光板撤掉。辛苦了，陆摄影师，不仅要拍照，还要负责散发魅力，挺忙的。不辛苦，今晚早点回家，有惊喜。两个人离得那么近，是要干嘛？这组用自然光把那组反光板撤掉。不过是个20出头的毛头小子，平时在工作中对谁都这么放电吗？招蜂引蝶。今晚早点回家，有惊喜。不过他说有惊喜是什么意思啊？这不是陆然家吗？我来这里干什么？万一有惊喜呢？不会，肯定是我想太多了。沈老板，这是迷路了，还是来我家查岗？路过而已，我刚好在这附近见个投资人。投资人？沈老板的投资人挺接地气啊，喜欢在这种地方谈项目。大概是零下发错定位了，我可能找错了，我再下楼找找。哦，找错地方了，那太可惜了。某人下午刚下的订单，我原本准备做个3菜1汤的，看来今晚只能我一个人吃了。劳累一天回到家，发现他做好了3菜1汤，穿着围裙。白天随口胡诌的借口，他居然真的去买菜了。沈老师要是不嫌弃，进来坐会儿。没看出来呀，陆大摄影师，私底下还有颗这么娇俏的少女心。超市只剩这一款了。怎么，沈老板不喜欢粉色？白天是谁说喜欢看男人穿围裙的样子？我的审美标准是很严格的。沈老板想看，我当然配合。不过我手脏了，不介意的话帮个忙。我怎么帮你？先帮我把挂脖的带子套上。还有后面。你可以系紧一点。
沈老板验收一下，现在的身材够火辣吗？符不符合你的标准？你现在很渴吗？还行，不过看陆大摄影师今天这么受欢迎，我还以为你有饭局呢。毕竟那位小编辑看你的眼神都快拉出丝了。哼。是啊，小轩人挺可爱的，工作也热情，刚才还发消息问我照片修好了没有呢。哦，是吗？那陆摄影师回复人家了吗？别让人家小姑娘等急了。你们年轻人的共同话题肯定很多，聊聊镜头多浪漫。你这是吃醋了？笑话，我吃哪门子醋？我只是提醒你注意职业操守，别在工作场合散发荷尔蒙。职业操守。申玉，你下午走得那么快，都没看到我是怎么回消息的。我没兴趣知道。我告诉他，照片已经发给主编了。至于私下里的探讨，我跟他说，我家里管得严，要是再敢和别的女孩靠得太近，我女朋友大概会把我的腿打断。你三菜一汤我做好了，衣服我也会洗，脾气虽然差了点，但在你面前绝对够伏地。沈老板，你白天说的要求我每一条都合格了，所以可以考虑一下我吗？从今天起，这家酒店正式并入贺氏集团，顶层的全景餐厅立刻停业重装，设计师团队明天进场。是，贺总，请问重装的风格有什么具体要求吗？空间主色调全部推翻，按照极简的冷色系来。另外，要在视野最好的核心区域引进一位新锐独立雕塑家的个人作品。请问是哪位著名的雕塑家？我们这边好提前安排。不该问的别问，你只需要知道，这是为他一个人准备的。不问我咋知道是谁？那个被摄影包的怎么会在这里？他去的是几楼？贺总，那是顶层总统套房的专属电梯，顶层目前被包下来了，只接待了一位贵宾。他一个穷摄影师去总统套房见谁？是一位从海外回来的女士，一个人住的。不过那位太太特意交代过，说今天会有一个年轻的男伴来找她，让我们千万不要阻拦，直接放行。好极了。贺征，有事吗？小雨，你为了这么个来历不明的野小子，连我的面都不肯见，结果呢？你以为你找到了什么绝世好男人？你什么意思？申玉，你还要自欺欺人到什么时候？我现在就在世纪酒店，那个陆然现在就在顶层的总统套房，有个女人正等着宠幸她的小男友呢。小雨，你拒绝了我20年的真心，我认了。可你不能为了气我去捡这种吃软饭的小白脸。你现在就过来，我让你亲眼看看他的真面目。看清楚了就回到我身边，我会替你摆平一切。看你把肌肉练得这么好，我都有点心疼了。别把自己绷得太紧哦。对了，你以后的健身照片都可以第一个发给我吗？我想一直看着你。怎么了？接个电话魂都没了。贺征说，他在酒店看见陆然进了别人的总统套房。什么？你的狂犬弟弟，那个陆然，是个被富婆包养的捞男？难怪啊，我就说他一个普普通通的摄影师，怎么从头到脚那种漫不经心的松弛感？他这是拿着富婆给的黑卡，跑来你的庄深情玩纯爱体验卡呢。姐姐，别不要我！我不信，贺征那种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的话我连标点符号都不信。走，咱们现在就去酒店。
老娘今天非得撕了这小绿茶的皮！我们真的要去吗？废话，现在就去当面揭穿他。殿下，我有什么立场去揭穿他？如果这都是真的，如果我去了，只会显得我像个可悲的笑话。沈宇，你给我清醒一点！他天天在你面前孔雀开屏，给你做饭，给你挡雨，撩得你心神不宁。这要是转头就进富婆的房间，那就是感情诈骗。退一万步讲，就算你们没有在一起，他敢顶着那副深情的样子骗你，你就有资格去要个说法。哎呀，你今天也很帅呢，快进来让我看看。宝贝，生日快乐！这太夸张了。我听说做摄影的话，总是要搬很多设备，也经常要到处跑。这辆车的后备箱空间很大，刚好适合你。只是一点心意，你一个人在国内，我总觉得亏欠你。妈，其实今天来我是想跟你说件事，我有喜欢的人了。Honey, I bought you your favorite flowers. 哦，亲爱的，你太懂浪漫了。申宇，你现在进去，只能看到你的小男友最不堪的一面。你确定要自取其辱吗？你怎么来了？我路过，你们继续。妈，介绍一下，这就是我刚才跟你提的我喜欢的女孩申宇。妈，至于站在门外这位贺总，您今天费了这么大劲儿，特意把我女朋友送来陪我过生日，这片心意实在太大了，我有点苦恼，应该怎么介绍您呢？陆先生说笑了。陆太太您好，我是贺氏集团的贺征。是这样的，我今天刚刚全资收购了这家酒店，听大堂经理说，顶层住进了一位包下整层的黑卡贵宾。作为酒店的新老板，我理应上来亲自问候一下，看看服务是否有不周到的地方。哎呀，原来这就是小雨啊！陆然跟我提过你很多次，快进来坐。好了，既然主角来了，我们这两个灯泡就不在这里碍眼了。陆然，那把车钥匙你不用有压力，你是我儿子，你可以过任何你想要的生活。他脾气臭，要是欺负你，那辆车就当是给你的赔礼，随便砸。生日快乐，儿子！沈老板，既然来都来了，这生日蛋糕陪我一起吃。我今天什么都没准备，谁知道原本气势汹汹准备手撕渣男，一不小心直接见了个家长。你还敢说？看着我像个笑话一样冲进来，你很得意是不是？不是得意，是高兴。高兴什么？沈老板，你看啊，你今天为了我气冲冲的跑过来，这说明你心里有我。现在误会解开了，我妈你也见过了，她连送我的车都当成见面礼让你随便砸，你该看的不该看的都看了，
我的底细你也全摸清了，你是不是该对我负责了？负责？洛然，我今天是来……你撩拨完我，家长也见了，现在打算吃干抹净不认账。是啊，在这段关系里，洛然永远是坦荡、炽热、毫无保留的那一个，而我呢，因为害怕重蹈那段失败婚姻的覆辙，就一直躲在理智的壳里享受他的偏爱，却连个肯定的答案都不敢给。沈宇，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懦弱了？洛然，想要名分是吧？行，实习期3个月，随时考核，不合格直接退货，敢接吗？沈老板，我会用实力向你证明，我有多值得被转正。行了，少贫嘴，蜡烛都要化了，赶紧去切你的生日蛋糕啊！切什么蛋糕？实习期第1天，男朋友的胃口可比蛋糕大多了。米开朗基罗曾说，他没有创造大卫，他只是用凿子凿去了石头上多余的部分，将那个原本就藏着的大卫释放了出来。心理学里管这叫米开朗基罗效应。后来我才明白，真正的爱从来不是以爱的名义去重塑、去掌控、去变成对方满意的完美伴侣，而是他帮你把那层多余的石头连同所有的自我怀疑一并凿去，让你成为更接近理想的那个自己。陆先生，我的大卫雕得还可以吗？这是我见过最完美的作品。好的爱人是镜子，也是温柔的刻刀，他笃信你会发出怎样的光，你慢慢的就真的成为了那个熠熠生辉的自己。